阿姨，您看您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可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，价值10万呢。姑娘，刚才明明是你自己没拿稳掉下去的，我连碰都没碰到。阿姨，我知道10万块钱对您来说可能不是个小数目，看您这身打扮，平时应该很少逛我们这种高端金店吧？但咱们店里到处都是监控，损坏了商品，您总得负责任，对不对？既然有监控，那就调监控看看，到底是谁的责任。阿姨，我们调监控是需要走公司流程的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您今天本来也是来挑金首饰的，既然镯子磕了，您就按原价买下来，我们给您免费做个修复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大家体面。我不买有瑕疵的东西，况且不是我的错，我1分钱也不会出。阿姨，您要是这种态度，那我们只能联系您的家属来处理了。您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打工的替您背锅吧？好啊，你联系吧，我也想看看你们这家店是怎么做生意的。阿姨，您儿子怎么不接电话啊？是不是平时也不怎么管您？他工作忙，不过他应该很快就会过来的。店长，刚才我在这边擦玻璃，我好像看到是您自己递镯子的时候划了一下，这位阿姨确实没碰到。小苏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店里的规章制度你背熟没有？胳膊肘往外拐，这个月的绩效你还要不要了？阿姨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这行压力很大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未婚夫家里条件很好，我在这儿当店长，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个只会花钱的花瓶。您要是今天非要赖掉这笔钱，我这个月的奖金就全没了。你也是当妈的人，你就体谅体谅我们年轻人的不容易吧。努力工作证明自己是好事，但靠撒谎和推卸责任来维持所谓的体面，这路走不长。阿姨，您就别给我上课了。既然您家属不接电话，那您今天不能走。老公，店里有个客人弄坏了镯子不肯赔，还联合店员欺负我，你快下来帮帮我嘛！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，就是这位阿姨弄坏了咱们的镇店之宝，非说是我摔的，我好好跟她讲道理，她还教训我。妈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您不是说下午在家里喝茶吗？老公，你叫他什么？他是……妈，您来巡店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我好下来陪您啊。我要是提前跟你打了招呼，还能看到你这位未婚妻这么精彩的表演吗？妈，哎呀，您看这事儿闹的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我刚才就是太着急店里的生意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还没过门，叫阿姨吧。另外，生意归生意，责任归责任。既然齐贺来了，那咱们就按规矩办事。小苏，去把刚才的监控调出来。老公，真不用调监控了，都是误会，镯子算我的，我赔还不行吗？妈，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多不好。姑娘，一家人更要讲究个诚实守信，连面对错误的勇气都没有，以后怎么管好一个小家？监控必须看。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赖给阿姨的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害怕？弄坏一个镯子，大不了赔钱。你为什么要撒谎栽赃别人？如果今天站在这里的不是我妈，只是个普通的老太太，你打算把人家逼到什么地步？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？你们齐家家大业大，我只是个普通家庭出来的女孩，我每天在这儿当店长，战战兢兢，生怕哪点做不好被你家里人看不起。这个月业绩本来就不好，再背个处分，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爸妈？
我只是想在你们面前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啊！姑娘，你想上进，想门当户对，这都没错，但你用错了方法。婚姻的基础是坦诚，不是靠包装出来的完美。你越是心虚，就越容易犯错。阿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赔钱，我辞去店长的职务，求您别让齐河跟我分手。镯子的事儿既然查清楚了，按员工过失赔偿就行。但我今天来，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小苏，去把店里的内部盘点表拿过来。阿姨，你要盘点表干什么？你真以为我这个当婆婆的，只是为了一个掉在地上的镯子，才在这里跟你耗这么久吗？你自己看看，你这位好未婚妻为了所谓的完美形象，都干了些什么？你拿店里的高定首饰去干什么了？我是去参加名媛聚会了。齐鹤，你带我进入你的圈子，那些女孩个个都穿金戴银，我如果穿得太平淡，她们会笑话我的。我没有偷，我只是借出去戴一下。没有走正规的租赁流程，私自带走公司贵重资产充场面，这叫挪用。你为了填补内心的自卑，拿公司的资产去满足你的虚荣心。姑娘，你太糊涂了。齐鹤，我都是为了你啊，我不想给你丢人。我喜欢你，是因为你当初工作努力，性格开朗。可你现在为了那点虚荣心，连最基本的底线都没了。我们可能真的不合适。你要跟我分手？就因为几件首饰？不是因为首饰，是因为你们的价值观已经背道而驰了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损坏和折借的首饰我会按规矩赔偿。我明天就提交辞职报告。谈恋爱可以看五官，但结婚必须看三观。这堂课就当是交学费了吧。小苏，从明天起，你先代理店长吧。我？齐鹤，你胃不好，早上肯定又没吃东西。我熬了你最喜欢的南瓜粥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今天去店里办离职吗？离职手续办完了，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齐鹤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被虚荣心蒙蔽了双眼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？3年前你刚接手分公司，压力大到胃出血住院，是我在医院守了你半个月，也是我每天给你熬粥。粥熬得不错，但感情不是用来抵消错误的筹码。阿姨，姑娘，你曾经对他好，我们齐家记你的情，但一码归一码。你挪用公司资产造成的30万折损，赔偿款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家里条件不好，30万我一时拿不出来，您能不能宽限我几天？妈，那30万从我账户里扣吧，就当是我还了他当年照顾我的情分。好啊，你要替他还，我不拦着。但是，作为齐氏的总经理，公司不分是大忌，你要替他还钱，今天就交出总经理的位置，用你自己的私房钱去还。让我进去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我女儿。好啊，你们齐家家大业大，就是这么欺负人的。我女儿清清白白跟了你3年，现在说分手就分手，还逼着她赔什么30万，没门儿！妈，你别闹了，这里是公司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就是太老实才被人家拿捏。阿姨，不是您想的那样，是林瑜她违反了公司规定，私自拿了贵重首饰。她马上就是你们齐家的媳妇了，带2件你们店里的首饰怎么了？这还没过门呢，就分得这么清，以后结了婚还不得让她给你们家当免费保姆啊？结婚不是劫富济贫，更不是资产转移。他戴首饰没问题，但他不能拿去充场面弄坏了，还试图让底下的员工背锅，这叫人品问题。哼，少跟我扯什么人品，我只知道我女儿最好的3年青春都耗在你们家了，现在想把她一脚踢开，行啊？30万的赔偿我们1分不给。另外，
你们齐家必须拿出300万的青春损失费，否则这事儿没完。妈，你生了！阿姨，感情是双方的，不存在谁白嫖谁的青春。您这是在卖女儿吗？你少给我扣帽子！你们有钱人换女朋友像换衣服，我们普通人家耗不起。300万对你们来说就是9牛1毛。大姐，既然你想算账，那咱们就算清楚。这是林云这3年来以齐贺的名义在各大专柜签单拿走的包包、衣服、化妆品的清单，总计120万。这些齐贺从来没跟他计较过。姑娘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不怪你，我怪你母亲。她教你的不是如何自立自强，而是如何用青春去变现。你以为的豪门捷径，其实是她给你挖的坑。阿姨，别说了，求您别说了。 30万的赔偿是公司的规矩，必须还。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我给你半年的时间分析。至于那300万的青春损失费，1分没有。如果大姐觉得不服，大可以去媒体曝光，但我保证，到时候身败名裂，在这个行业再也找不到工作的，绝对不是我们齐家。 你们这什么破设计？我戴着脖子都红了，今天必须给我退了。王太太，您先别生气，我看看您的脖子。哎呀，您是不是对这种 K 金材质里的某种合金过敏啊？以前都是我亲自接待的。小苏啊，你别不懂装懂，得罪了客人，你担待得起？就是，以前徐店长在的时候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。你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？王太太。 我查了您之前的购买记录，您以前买的都是足金或者铂金，这是您第一次尝试 K 金。K 金为了硬度会添加其他金属，极少数客人确实会产生轻微过敏。这套足金镶玉，玉石能养人，足金绝对不会过敏，且非常符合您温婉的气质。作为补偿，我向公司申请给您按最低的内部折扣。行，就这套吧，小姑娘。 你比之前那个只知道推销贵东西的店长靠谱多了。你别得意，你不过是运气好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凌云姐，这不是运气。你以前教过我，做销售要察言观色，但我后来发现，察言观色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客人，而不是为了算计客人的钱包。 林云，你输的不冤，你脑子聪明，人也机灵，但你把心思都用在了钻营和攀比上。你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你，其实是你自己先看清了自己。阿姨，我懂了。其实从我撒谎说镯子是您摔坏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完了。我只是太想抓紧齐贺了。这是30万的赔偿分期协议，齐贺已经替你担保了，半年内按月还清。 谢谢阿姨，替我跟齐贺说声对不起。通知下去，明天上午开高层会议，我要带一个人回总部，让他正式接手分公司的运营。弟妹啊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 让一个在门店站柜台的卖货丫头直接空降到总部做副总监，我们齐家的脸往哪儿搁？大姐，英雄不问出处。苏青在门店的业绩和处理危机的能力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业绩？卖几个金镯子能有多少业绩？总部谈的都是几千万的项目。他懂什么是上流社会的交际吗？懂什么是家族企业的底蕴吗？ 齐贺刚被那个姓徐的捞女骗了，你现在又弄个底层的丫头放在他身边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姑妈，苏青不是那种人，她工作很踏实，踏实能当饭吃。咱们这种家庭讲究的是门当户对。姑妈您好，我确实不懂上流社会的交际，但我懂底层的消费者需要什么。 齐氏金店过去1年高端定制销量下滑了15%，但大众婚嫁系列却撑起了70%的利润。家族企业的底蕴
不应该只是飘在云端的面子，更是扎在地上的根。大姐，数据不会骗人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！既然你这么懂，那下个月齐家老太爷的80岁寿宴回礼就交给你去办。预算只有每人1000块，但回礼必须得配得上齐家的身份。要是办砸了，让老太爷丢了面子，你立刻给我卷铺盖走人。1000块钱的预算，要买到让那些挑剔的长辈满意的回礼，根本不可能。姑妈摆明了是在刁难你。我拿我的卡给你补上差价吧。齐总，如果我用您的钱补差价，那我就真的成了姑妈口中那个只会攀附的底层丫头了。预算有限，那就在心意和文化上下功夫。这是咱们集团新上任的苏副总监为大家准备的回礼，1000块钱的预算，也不知道能买点什么地摊货，大家多担待啊！哎呦，这赞客的手法是城南老李家的手艺吧？这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！现在市面上花钱都难请他们出山了。老先生好眼力，黄金有价，文化无价。老太爷80大寿，送金银太俗气。这古法赞客的平安扣，寓意岁岁平安，而且是老手艺人一锤一锤敲出来的，配得上咱们齐家100年传承的家风。好一个黄金有价，文化无价。齐家有这么懂事的晚辈，真是福气啊！好，很好。齐总，今天寿宴上您帮我挡了不少酒，胃肯定不舒服。这家面馆我以前下班经常来，汤是老母鸡熬的，很养胃，您别嫌弃环境差。苏青，你为什么一点都不虚荣？在这个行业里，每天看着那么多金银珠宝，难道就没想过要拥有它们吗？想过啊，但我妈从小就告诉我，戴在身上的金子，如果是自己一分一毛赚来的，那叫底气；如果是靠别人施舍或者算计来的，那叫枷锁。我更喜欢底气。苏青，以后下班我还能不能来找你吃面？齐鹤，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不是来纠缠你的。转账提醒收到5万元。这是第一笔还款，我把以前那些名牌包和衣服都卖了，加上这个月送外卖和做兼职的钱，凑了5万，剩下的我会按时打给你。你在送外卖？以前总觉得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才叫名媛，现在每天跑单虽然累，但晚上睡觉特别踏实，不用再担心谎言被拆穿，不用再为了迎合别人去装。苏青，以前在店里我对你态度很差，对不起。你是个好女孩，脚踏实地，齐鹤跟你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合适。祝你们幸福。凌云姐，你现在也很好，靠自己赚钱不丢人。苏青，过去我眼盲心瞎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现在我想重新认识你，以一个普通男人的身份，可以吗？齐总，您是集团未来的接班人，我是您的下属，普通男人的身份，您现在还给不了，我也接不下。苏青，我不在乎什么身份差距，可是我在乎。如果我现在答应您，在别人眼里，我依然是第2个企图攀附豪门的林岩。如果有一天，我能凭借自己的能力，理直气壮地站在和您平等的位置上，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吧。明天公司见，齐总。
苏青，你是个聪明的女孩。齐鹤最近在追你，你也没有刻意逢迎，这很好。但作为母亲和董事长，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面。齐家的大门不是那么好进的。如果你选择和齐鹤在一起，我不希望公司内部有任何关于太子爷和女下属的闲言碎语。所以你要么签了这份调职书，去基金会喝茶看报，安心做齐鹤背后的女人，要么拿一笔丰厚的安家费离开齐氏。你选哪一个？董事长，我选第3个。我继续留在现在的岗位上，凭业绩说话。你知不知道拒绝我意味着什么？这就等于你放弃了走捷径的机会。豪门太太的安稳日子，多少人求之不得。董事长，我从小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妈教过我，靠别人给的饭，随时可能会被收走，只有自己赚来的本事，才是一辈子的底气。如果一段感情需要我斩断双翼去依附，甚至放弃我热爱的事业，那我宁可不要。好，不卑不亢，头脑清醒，比我想象的要坚韧。既然你想靠本事站在齐鹤身边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城南分公司的总经理是齐鹤姑妈的亲侄子，他在那边搞裙带关系，导致分公司连年亏损。我要你作为总部特派员去接管城南分公司，敢去拔这颗钉子吗？办成了，我才算真正认可你有资格做齐家的准儿媳。哟，这不是总部派来的苏副总监吗？听说你以前就是个站柜台的，怎么，总部的风水养人，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跑到我们城南来指手画脚了？赵总说笑了，我来不是为了指手画脚，是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。这是城南分公司上个季度的财报，利润下滑了40%，但奇怪的是，员工的揣掐费和招待费却翻了1倍。你什么意思？做生意不需要应酬吗？你一个黄毛丫头，懂什么人情世故？应酬我懂，但我不太懂，为什么给客户送礼的发票上买的全是高档女包和婴儿奶粉？赵总，您这是在招待客户，还是在拿公司的钱养家糊口啊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我是齐家的人，我姑妈是集团的股东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查我的账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明天就让你滚出齐氏？赵总，齐氏是股份制企业，不是你们家的后院。既然您提到了齐姑妈，那我就明说了，董事长派我来，就是为了清理那些打着齐家旗号挖公司墙角的蛀虫。表哥，苏青算什么东西？你说了不算。但你挪用公款的事，法务部现在要跟你好好算算。苏青，继续查，天塌下来，我给你顶着。表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为了一个外人带法务来查自家哥哥，姑妈要是知道了……表哥，公司就是公司，没有表弟，只有总经理。苏青是总部任命的特派员，他的意思就是总部的意思。赵总，这不是针对您个人。过去1年，城南分公司的老员工底薪被克扣了20%，但管理层的报销额度却超标了3倍。老李他们每天加班加点，拿不到应得的奖金，公司的业绩怎么可能好得起来？你少拿这些底层员工来压我，我是来做管理的，不是来做慈善的。我给公司拉客户的时候，你们还在穿开裆裤呢。靠送名牌包和高档酒拉来的客户，看重的是回扣，不是我们齐氏的品牌。真正的管理是让一线员工有饭吃，让客户看到我们的产品价值，而不是把公司当成你个人的提款机。好，你们合伙欺负我是吧？我这就给我姑妈打电话，我看今天谁敢动我。我倒要看看谁敢在城南分公司撒野。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，拿了根鸡毛当令箭，查账查到自家人头上了。
我们齐家打天下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姑妈，您可得给我做主，他们这是要逼死我呀！姑妈，表哥他挪用了公司的……挪用什么？肉烂在锅里，那也是齐家的钱，轮得到他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？齐鹤，你马上把他给我调走！面对这种家族长辈的胡搅蛮缠，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大姐，肉烂在锅里，那也是一锅臭肉，吃了是会拉肚子的。弟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了一个外人，连亲戚情分都不顾了？大姐，我就是太顾及亲戚情分，才让他在这里作威作福了3年。齐氏集团能有今天，靠的是规矩，不是裙带。他今天敢拿公司的钱养自己，明天就敢把整个分公司掏空。赵明，看在大姐的面子上，我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这份是内部退赔协议，把你挪用的钱一分不少的补回来，然后自己递交辞呈。大姐，你要是再护着他，他退牌的窟窿就从你年底的家族分红里扣。接下来的烂摊子交给你。董事长，城南分公司上个月的报销费用下降了60%，一线员工的绩效奖金全额发放。大众婚嫁系列的新品销量环比增长了30%，干得漂亮！老李他们那些老员工对你可是赞不绝口，说你做事公道，不摆架子。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，只要规矩公平，钱给到位，没有谁不愿意好好干活。工作上的考察你满分通过，不过接下来这个考验可能比查账还要难对付。苏青，这周末的家族晚宴，齐家所有的长辈和远亲都会来，我希望你以齐鹤正式女友的身份出席。工作上你证明了你的能力，但面对家族里那些复杂的目光和闲言碎语，你准备好和齐鹤并肩作战了吗？董事长，我准备好了。既然选择了齐鹤，我就不会怕别人怎么看我。好，周末见。这就是那个站柜台出身的丫头，哼，穿的也太素了吧，真是小家子气。哟，苏青来了，今天这满桌子的菜可都是空运过来的顶级食材。这道金汤佛跳墙，你以前在那种小面馆里还是见都没见过吧？多吃点，别客气。谢谢姑妈关心。佛跳墙确实名贵，讲究的是山珍海味的融合。不过，我觉得再名贵的食材，也比不上这道菜的寓意好。福寿全讲究的是互相包容，文火慢炖。做企业治家，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大姐，苏青说的对，我们齐家能有今天，靠的不是吃多贵的菜，而是海纳百川的度量。弟妹，话是这么说，但咱们齐家的门槛也不是谁都能随便进的。今天大家都在，我借这个机会表个态。苏青是我亲自提拔的集团副总监，他靠的是实打实的业绩和人品。至于他和齐鹤的感情，年轻人的感情需要时间去沉淀和磨合，我不催婚，也不干涉。但有一点，苏青是我齐氏的核心骨干，在这个家里，谁要是拿所谓的门第去轻视他，那就是在打我傅荣的脸。傅董没有给我虚无缥缈的豪门承诺，而是给了我作为独立女性最需要的职业尊严。林园，哎呦，这不是马上要嫁入齐家的徐大小姐吗？怎么沦落到在这儿给人穿鞋了？齐少爷不要你了。李小姐，如果您不买鞋的话，请不要影响我工作。装什么清高啊！
以前借着齐家的名头到处蹭吃蹭喝，现在现原形了吧？这包你给我包起来，我今天就当扶贫了。李小姐是吧？这款包是去年的旧款，配不上你今天这身当季的高定。不过你这身衣服的吊牌好像没剪干净，是打算穿完再退回专柜吗？阿姨，让您见笑了。见笑什么？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凭本事吃饭，比穿借来的衣服高贵得多。阿姨，以前我总觉得只有穿戴满身奢侈品，别人才能看得起我。现在每天站10个小时柜台，虽然累，但心里特别踏实。30万的赔款，我已经还了一半了。这家轻奢品牌是我们集团刚收购的，你对奢侈品的鉴赏力一直不错。基层打磨半年后，如果业绩达标，拿着我的名片去总部品牌部面试。阿姨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不想再走捷径了，我想靠自己在店里晋升。好姑娘，祝你前程似锦。最近城南分公司的业务刚理顺，你熬了好几个通宵，注意身体。谢谢齐总。苏晴，现在不是在公司，你可以不叫我齐总。齐鹤，我知道你最近对我很好，但我刚接手分公司，董事长也刚刚在家族面前认可了我的工作能力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把下个季度的业绩翻倍，我暂时没有精力去经营一段豪门感情。我知道，如果换做以前的我，可能会觉得你不识抬举，但现在我反而觉得这样的你特别迷人。我刚结束一段失败的感情，我也需要时间去反思和沉淀。苏晴，你放心去拼你的事业，我不催你，也不逼你，我愿意以一个战友、一个追求者的身份站在你身边。等你哪天觉得你在事业上已经有足够的底气，和我并肩了，我们再谈感情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说什么？城南分公司库房里的那批即将上市的新品金饰被检测出纯度不达标？这批花好月月系列的金饰里掺了微量的银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纯度绝对达不到足金标准。马上通知物流部，所有发往各大门店的货车立刻原路返回，一件都不许上柜。现在拦截，明天的上新活动就全毁了。各大商场的违约金、消费者的投诉加起来是天文数字。是啊，这微量的乙，普通机器根本测不出来。咱们先铺货，度过明天的难关，后续再想办法慢慢召回，行不行？齐氏集团100年的招牌，就值这几千万的违约金吗？今天我们敢卖一件掺假的金子，明天消费者就敢把齐氏的牌子踩在脚下。陈总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立刻拦截物流，法务部连夜准备起诉供应商违约，公关部准备明天一早的致歉声明。齐鹤，这批货的供应商汇丰金业是赵总离职前签的最后一份合同，我查过，这家公司刚注册不到半年，根本没有资质接这么大的单子，是谁给他们开的绿灯？是我姑妈。弟妹，你这大清早的把我们叫来干什么？不就是一批货出了点问题吗？让苏青这个负责人去处理不就行了？大姐，货是赵明离职前签的，供应商汇丰金业背后的隐名股东是你，你用次品充当足金卖给自家公司，这笔账你想让苏青怎么处理？你少血口喷人，我也是被下面的人蒙蔽了。再说了，苏青是分公司总经理，货进库房他不查验，现在出了事想甩锅给我，他新官上任就是这么办事的。姑妈，这是赵明签的免检入库协议，上面不仅有赵明的签字，
还有您的亲笔批示，您利用集团股东的身份，强行要求库房免检放行。如果不是老李昨晚多留了个心儿，今天这批货就已经戴在消费者的脖子上了。弟妹呀，我糊涂啊！我就是看这几年分红少了，想多赚点养老钱，我也是鬼迷心窍了。咱们可是亲骨肉啊，你不能为了一个外人把我往死里逼呀！大姐，你拿齐家的百年习玉去换你的养老钱，你才是齐家最大的罪人。通知财务部和法务部，从今天起冻结大姐在集团所有的股份分红，直到补齐这次事件造成的所有损失和违约金。另外，大姐，以后公司的会你不用再参加了。你们齐氏怎么回事？广告打得铺天盖地，今天说没货就没货了，欺骗消费者是吧？退钱，双倍赔偿。各位，对不起。各位顾客，大家静一静。我是齐氏集团的副总监苏青，今天没能按时交货，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代表齐氏向大家诚恳道歉。道歉有什么用？我们要的是货。实不相瞒，这批货在昨晚的中检中发现纯度存在微小瑕疵，虽然肉眼看不出，但齐氏的规矩是真金不怕火炼。为了弥补大家的遗憾，凡是今天交了定金的顾客，除了全额退还定金并按规定赔偿外，我们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一枚非遗古法灿刻平安扣。这是老手艺人敲出来的，没有任何工业添加，代表了齐氏最纯粹的诚意。这几天累坏了吧？明天周末，我带你去郊外转转，放松一下。好啊。青青，妈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也不提前打个电话。我要是提前打电话，能看到你跟这种大老板拉拉扯扯吗？阿姨您好，我是苏青的同事齐鹤。同事开着几百万的车送普通员工回家，现在的公司待遇这么好了。齐先生，我们家青青从小老实本分，高攀不起你们这种大户人家。天晚了，您请回吧。阿姨，您可能对我有些误会。没有误会，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还多，豪门里的饭不是那么好咽的。青青，跟我上楼。你糊涂啊！我供你读大学，是让你靠自己的本事立足，不是让你去给有钱人当消遣的。那个齐鹤是齐氏集团的太子哥吧？你真以为人家能明媒正娶你？妈，齐鹤不是您想的那种纨绔子弟，我们在工作上是搭档，他很尊重我，董事长也很认可我的工作能力。工作能力，人家看中你的能力是让你给他们家当高级打工仔，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人家要的是门当户对、能强强联手的千金大小姐。妈，齐家不一样，董事长他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你忘了你表姐是怎么被有钱人家扫地出门的了？你忘了你爸当年是怎么因为借了高利贷，被那些有钱人逼得远走他乡的了？青青，妈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求你找个踏踏实实、知根知底的普通人过日子。豪门里的算计太多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那个林园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？你想变成第二个他吗？妈，我不会变成林园，因为我不贪图他们的钱。我爱齐鹤，是因为我们三观契合。如果您不信，我会用时间向您证明，我苏青有资格站着把这段感情谈下去。阿姨，这个摊位的西红柿虽然好看，但捏着发硬，是催熟的。旁边那家虽然长得歪瓜裂脑，但带沙瓤，熬汤更好喝。齐先生，您这是演的哪一出？微服私访体验生活来了？阿姨，我不是来体验生活的，
我是来追您女儿的。既然要追，总得先过丈母娘这一关。我们家青青的丈母娘关可不好过。齐先生，你们有钱人平时不是都吃空运的有机蔬菜吗？这种菜市场的泥巴地，别弄脏了您的鞋。阿姨，我爸走得早，我妈一个人创业的时候，我也跟着她在菜市场捡过菜叶子。钱是后来赚的，但我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普通人。我知道您担心什么，您怕豪门水深，怕青青受委屈，怕我们家看不起她的出身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还要来招惹他？你们那个圈子讲究的是利益交换，我们青青除了踏实肯干，什么都给不了你。阿姨，齐氏集团现在不需要靠联姻来巩固地位。我妈常说，企业做大了，最缺的不是钱，是能守住底线的人。青青在公司挽救了齐氏的声誉，她给齐氏带来的价值，比任何千金大小姐的嫁妆都要贵重。妈，齐鹤说的是真的，董事长他……好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你妈呢？她那种女强人能容得下我们这种亲家？我听说你们那个圈子，连吃饭都要分个3、6、9等。怎么，不欢迎我来串个门儿？亲家母，你好，我是齐鹤的母亲傅荣，冒昧来访，没打扰你们周末休息吧？副董事长，您这声亲家母，我可担当不起。我们家这小庙容不下您这尊大佛。你这话就见外了，什么大佛小庙的，关起门来，咱们都是当妈的，都是为了儿女好。副董事长，既然您说是为了儿女好，那我就直说了，你们家门槛太高，我女儿要是嫁过去，以后逢年过节，哼，我们这种穷亲戚要是上门，怕是连你们家的门卫都得翻白眼吧？阿姨，绝对不会。大姐，你担心的对，豪门里确实有很多势利眼，但我傅荣今天坐在这里，就是来给你交底的。这是一份婚前协议，不过不是用来防着青青的，而是用来保护她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把齐氏集团5%的股份无条件转让给青青？董事长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先别急着拒绝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大姐，我知道你们不图钱，但这5%的股份不是聘礼，是青青在齐氏集团的话语权。有了这个，她就不再是谁的附属品，而是齐氏真正的女主人。以后在这个家里，谁敢给她脸色看，她就有底气让她滚蛋。副董事长，您就这么相信我们家青青？您就不怕她拿了股份跑了？大姐，我看人的眼光很准，青青这孩子骨子里有你的倔强和清醒，她能为了底线拒绝我的试探，能为了公司的声誉硬刚那些蛀虫。这样的好姑娘，我傅荣要是错过了，那才是我齐家最大的损失。大姐，把青青交给齐鹤，交给我，你放心。以后逢年过节，如果你不愿意去我们家，那我们就来你这里，你做你拿手的红烧肉，我给你打下手。好，只要孩子们真心相爱，我这个当妈的不拦着。凌云，有人找。你怎么来了？凌云姐，这是你这半年的还款记录，30万的赔偿金你已经提前还清了。终于还清了，谢谢你特意跑一趟。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送这个。董事长看了你这半年的业绩报表，
你连续3个月都是这家店的销冠，而且顾客零投诉。集团总部品牌公关部正在招募高级专员，董事长让我问你，现在你愿意凭借自己的真实业绩，堂堂正正地走进齐氏集团的大门吗？我愿意，陈经理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妈，以后早餐不用准备这么多，太浪费了。我和齐赫2个人吃不完。这不是浪费，是生活品质。齐家的餐桌上从来不能只有咸菜馒头。以后家里的饮食我都让张妈按营养师的搭配来做，你慢慢习惯就好。妈说的对，青青，你多吃点，最近工作辛苦。从小跟着我妈吃惯了大锅饭，这种处处讲究的精致，真让人喘不过气。对了，青青，我已经给你约好了顶级的礼仪老师，下周一刚开始上课，从餐桌礼仪到社交谈吐，都得系统学一遍。下个月有个重要的商业晚宴，你要作为齐家的女主人出席。礼仪课？不用了吧，妈？我现在工作已经很忙了，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没必要学。怎么没必要？你现在不是普通的店员了，是齐氏的副总监，更是未来的齐家女主人。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齐家的脸面。上次酒会你端酒杯的姿势不对，已经有人私下议论了。我觉得能力比这些虚礼重要，只要我把工作做好，谁会在意我怎么端酒杯？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，细节决定成败。一个连基本礼仪都不懂的人，别人怎么会相信你能管好一家公司？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老师明天会上门。别生气，妈也是为了你好。她那个年代创业吃了太多苦，所以特别看重这些门面功夫。我知道他是好意，可这种被强行改造的感觉，我到底算什么？齐家用来装点纹面的提线木偶吗？弟妹，你看，我联系了10个头部网红，让他们穿着汉服，带着我们的金饰直播带货，还在展厅里布置了很多网红打卡点，到时候肯定流量爆棚，销量翻10倍都没问题。姑妈，这不行，我们的传承展是为了展示老手艺，不是为了卖货。而且，你把最珍贵的清代花丝镶嵌展品放在了网红打卡区旁边，太不尊重这些老物件了。你懂什么？没有流量谁会来看展览？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这些。再说了，办展览不要钱吗？不卖货怎么回本？大姐，我让你负责传承展，不是让你搞网红带货秀。这些老手艺是齐家的根，不能拿来这么糟蹋。我好心帮你办展览，你却这么说我，我不就是想让展览火一点，多卖点货吗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没错，你把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当成赚钱的工具，这还没错。齐氏能有今天，靠的不是流量，是口碑。妈，您别生气，姑妈也是好心。姑妈，您先消消气儿。其实您的想法也有道理，现在确实需要流量来吸引年轻人，只是我们的方式可以调整一下。调整什么调整？反正我怎么做你们都不满意。这个破展览我不管了，你们爱找谁找谁。不管就不管，我还不信离了你，这个展览就办不成了。妈，姑妈，你们别吵了。我有个办法，不如我们把展厅分成2个区，一个是传统传承区，专门展示老手艺和老物件，按照妈的要求来布置；另一个是现代创新区，展示结合了现代设计的古法金饰，由姑妈负责，加入一些时尚元素和互动体验，这样既保留了传承，又能吸引年轻人，两全其美。这个主意太好了，妈，姑妈，我觉得可行，传统和创新结合，正好符合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。行，就按青青说的办，我负责现代创新区，保证不给你丢人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那就这么定了，你们2个好好配合。凌云，这是现代创新区的展品清单，姑妈让你写一份宣传稿，重点突出时尚感和年轻化。
好的，我马上写。对了，姑妈刚才说要找几个时尚博主来拍宣传片，你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吗？找什么博主啊？上次姑妈找的那些网红只会摆拍，根本不懂珠宝，到时候拍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，反而砸了我们的招牌。其实也不一定，我们可以找那些真正喜欢珠宝、懂设计的博主，让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解读我们的产品，这样既能吸引年轻人，又不会显得太商业化。你们看看，这些都是我联系的博主，个个都是100万粉丝，到时候让他们一人发一条视频，保证我们的展览火遍全网。果然都是些靠颜值和穿搭走红的网红，没有一个是专业的珠宝博主。姑妈，我觉得这些博主可能不太合适，他们的粉丝大多是冲着颜值来的，对珠宝本身不感兴趣。不如我们找几个小众的珠宝设计师和手工艺博主，他们的粉丝更精准，也更能理解我们的品牌理念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，这件事交给你去联系。要是办好了，我记你一功。婚礼的事儿我已经差不多都安排好了，酒店定在博云酒店的顶层宴会厅，邀请了800位宾客，都是商界的重要人物和齐家的亲戚。婚纱我给你订了巴黎设计师的高定款，首饰就用齐氏的镇店之宝，那套100年传承的凤冠霞姘。妈，不用这么隆重吧？我们就想办一个简单点的婚礼。那怎么行？齐贺是齐氏的继承人，你的婚礼必须办得风风光光的。这不仅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，也关系到齐氏的企业形象。妈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们好，但是我还有一个请求。婚礼之后，我想继续留在公司工作。继续工作？不行，结婚之后，你就是齐家的女主人了，应该把重心放在家庭上。公司的事有齐贺和我就行了。妈，我不会因为结婚就耽误工作的。我已经把分公司的一部分工作交给了下属，以后我会合理安排时间，家庭和工作两不误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齐家的女人从来没有在外抛头露面的道理。你要是真的闲不住，可以去基金会帮帮忙，或者学学插花、茶艺，打理好家里的事儿就行了。妈，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不能放弃它。我不是那种只会在家相夫教子的女人，我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。青青，你们别吵了，这件事我们慢慢商量好不好？没什么好商量的，要么放弃工作，安心做齐家的太太，要么这个婚礼就先别办。竟然用婚礼来逼我放弃事业。青青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哭成这样？太过分了！他以为有钱就可以随便摆布别人吗？我女儿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不是为了给他们家当全职太太的。齐贺，你妈也太霸道了！青青嫁给你不是卖给你们家，她有自己的人生，凭什么要为了你们家放弃自己的事业？妈，不怪齐贺，我就是觉得很委屈。我以为傅荣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没想到他在这件事上这么固执。青青，妈支持你，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，不能依附于男人。要是他真的逼你辞职，这个婚咱们就不结了，妈养得起你。阿姨，您别生气，我再去跟我妈好好谈谈，她一定会理解的。青青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放弃自己的事业的。我听张妈说你没吃晚饭，给你熬了点粥。副董事长，
您就别假好心了。您要是真的心疼青青，就不会逼她辞职了。大姐，我知道你生气，其实我不是反对青青工作，我只是觉得女人结婚之后还是应该以家庭为重。我当年就是因为太拼事业，错过了齐赫的成长，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妈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我会平衡好家庭和工作的，我不会像您当年那样忽略了家人。副董事长，谢谢你呀！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在坚持做这些老手艺。我父亲当年就是志在你们齐家打的金铂子，现在传给我女儿了。王叔叔，您放心，齐家的老手艺我一定会传承下去的。弟妹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太固执了，还是你和青青说的对，传承不是守旧，要与时俱进。大姐，这次展览能这么成功，你功不可没，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。哒哒哒！董事长姑妈，截止到下午3点，我们的线上线下销售额已经突破了500万，很多网友都在问下一次展览什么时候举办。做得好，林妍，这次的展览你和姑妈都立了大功。好了，展览的事圆满结束了。你们的婚礼就按你们自己的想法办吧，工作的事儿我也不逼你了。但是青青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。哎呦，你怎么才来呀？齐赫，青青，今天我把齐家最重要的2样东西交给你们，一个是齐氏的100年招牌，一个是我最疼爱的儿子。我希望你们以后能互敬互爱，互相扶持，把齐家的老手艺传承下去，也把你们的小日子过好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青青，也一定会把齐氏经营好。谢谢妈，我会和齐赫一起努力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大姐，谢谢你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儿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